参见王爷。有贼人闯进了本王的书房。是。你不是王府的人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们不会有这种武功。你也不是一般的贼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贼是来偷东西，你却来送东西。方才你不是把带来的东西放到王爷的书房里？你一直在偷看。我没有偷看，我是在监视你。要是八王爷在书房之内，我根本不会让你进去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展昭。南侠展昭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来王府干什么？我不会告诉你。既然你不告诉我，我又岂能让你走？咦，怎么样，骑不动了吧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瞧不起我们女人？哎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？巾帼不让须眉，明珠岂容蒙尘。白灵，没想到在这马帮之中，有你这样的奇女子啊！马帮有什么不好吗？我们买马卖马是正当生意，何况将本求利更是理所应当。要不然你堂堂朝廷的八王爷，怎么会到我们马帮来挑选军马呢？马匹的买卖尽在马帮掌握之中。我为朝廷军备买马，自然要来马帮。白大当家的肯平价卖马，已经算是为朝廷效力，我又岂能有看不起马帮之心呢？我爹是看你忠厚老实，不像一般官僚那样嚣张跋扈、倨傲无礼，否则又怎肯把你留在马帮，精挑细选，把最好的马匹让给你？你爹的情谊我敏感五内，尤其这段时日能够与你朝夕相处，更是让我终身难忘。哼，刚说你忠厚老实，你就轻佻起来了。若不是我爹让我招呼你，我才不理你呢。喂，你怎么又在那犯傻了？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望之犹如天上，焉知尚在人间。此情此景，如诗如画，似梦似幻，怎不叫人心猿意马，忘情而神驰呢？我才不跟你转文呢！你这些话言不由衷，都是骗人的。不，我所说的话字字由衷，句句肺腑。
此时此景，你骑在马上，就像是一幅画。你不是被称作书画双绝吗？那就把我画下来吧。好，我就为你画上一幅马上英雄。嘿，我才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马上让你作画呢。哼，用不着。你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全都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。我就是闭上双眼，也能将你画得惟妙惟肖。日午时10里亭。那江湖人是一名女子，是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，而且武功确实不错。展护卫确信她没有加害八王爷之意，至少经验没有。她潜入八王爷的书房，留下了一幅画像和一封约见的信函。大人，依学生之见，想必那名女子与八王爷渊源颇深，这或许就是八王爷不肯向大人说出实情的真正原因。不错，这其中必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苦衷。展护卫，八王爷可曾得知你去了王府？八王爷并不知情，属下刻意回避，而且王府的卫士也愿意配合。对他们而言，王爷的安全高于一切。你还是隐身暗处的好，万一他们真有加害王爷之意，才能够确保王爷的安全。属下明白，属下明天按随王爷赴约。不过若非必要，还是尽可能不要现身。本府明日前往王丞相府，一则禀明八王爷之事，再则设法查明那陈世美的学籍。公孙先生则留在府中，看顾秦香莲母子，同时将他与陈世美之间的点点滴滴再做深入的探寻。是，学生遵命。卖葫芦嘞，卖小灯笼，卖葫芦嘞。什么？八王爷不让包大人继续追查刺客之身？是，王爷也已向皇上禀奏过此事。王府之中警卫加强，却不准包拯继续再追查。倘若八王爷坚持的话，那么皇上也不好再说些什么。只是八王爷的安危，岂不是更加令人担心了吗？据展护卫分析，那夜闯王府之人似乎无意加害王爷，况且有展护卫暗中保护，料想尚无大碍。有展护卫从旁保护，那老夫就放心了。毕竟八王爷非但是皇室尊长，更是朝中文武百官的表率，无论如何不能有半点差池啊。包拯明白。
你倒是挺守时的。你们应该知道，拦不住我。你们都让开！你究竟是何人？约本王来此有何目的？你手上那幅画，你可认得？当然认得。这幅画乃是本王亲手所绘。认得就好。我要你跟我走一趟。你要本王跟你到哪儿去？马帮。你怎么？不会连马帮都忘了吧？你跟白灵是什么关系？你不用问那么多，就凭这一幅画，你去还是不去？好，我去。好，不过只能你一个人去。不，我们要保护王爷安全。不，你们先回府等候。王爷，不必担心，本王相信他不会对本王不利的。可是这是本王的命令，不得违抗。你这个王爷威风倒是不小。哼，说这些毫无意义。咱们可以上路了。好，我们骑马去。我知道你会骑马。王爷，你们先回府等候，3、5日之后，本王自会回去。驾！展大人，王爷的安全没有问题，麻烦你转告包大人，王爷的安全我负责。是。欧阳兄，展昭，你我好久不见了。欧阳兄为何挡我去路？我就是不想让你追上他。你知道我追的是何人？大宋朝廷的八王爷，皇上的亲叔叔。既然知道，那就应该明白展某必须保护王爷的安全。他的安全没有问题。话虽如此，可展某非追不可。可是我非拦你不可。欧阳春，为何不挡了？我挡你一阵，足够他们走远了。我敬重你是条汉子，曾经有恩于我，可是如今，展昭，你相信我，我保证他不会伤害八王爷一根汗毛。你凭什么如此有把握？我认识他，他叫白小霜，是前任马帮帮主的外孙女。那又如何？更重要的是，她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。
哎，给。谢了。我看你是养尊处优惯了吧？还不到2个时辰，你就支撑不住了吗？哼，太久没骑马，的确生疏了不少。太久，多久？20年了吗？你20年前你离开马帮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过。你究竟是谁？白灵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等到了马帮，你就会明白了。你为什么一定要带我去马帮呢？还是那句话，去了你自然就会明白。我们该走了。好，我就跟你去弄个明白。大人，公孙先生何以如此匆忙？八王爷府中卫士来报，那名夜闯王府的女子，把王爷带走了。什么？展护卫已经暗中跟去，还说那名女子并没有加害王爷的意图，而且是王爷主动随她而去，不许卫士跟随。竟有此事？大王爷理应不会如此轻率才是啊！哎，大人，可要通知各地的官府，或是向圣上禀奏。暂且不要，大王爷想必自有定见。若是惊动了皇上，或是通知了地方官府，只怕反而会引起骚乱。展护卫又怎么说？展护卫要卫士转告大人，八王爷的安全，他会全权处理。那就无妨。本府相信，展护卫不会将八王爷置身险地才是。是。我已经向你保证过，他不会伤害八王爷。你为什么还要跟在他们后面？保护八王爷是包大人指派给我的任务。展某必须要确保王爷的安全。我说过，她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，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伤害父亲的道理？难道这你也不相信吗？不是展某不放心，是八王爷突然冒出来一个来自江湖的亲生女儿，岂不是让人匪夷所思吗？连八王爷都不知道这女儿从何而来。欧阳兄，不管是为了八王爷的安全，或者是解除展某的疑虑，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这我也不知从何说起。那就从你为何插手此事开始吧。说起这件事，跟你脱不了关系。怎么会跟我有关？你还记得来我马帮借账册之事？当然记得。要不是欧阳兄仗义相助，包大人又岂能让犯罪之人认罪伏法？可是出借账册却犯了马帮大忌，
即使当时我是马帮的大当家，也难向马帮交代。如此说来，是展某连累了欧阳兄。那倒没什么，只是出于我的自愿，所以我只好辞去马帮大当家的职位，而离开马帮。协助包大人办案是我心甘情愿，可是继任人选却十分难找，既要能够服众，还要众望所归，千挑万选，老帮主的外孙女就成了不二人选。你说的，就是八王爷的女儿？不错，她叫白小霜，是老帮主女儿白灵所生，性格豪迈，武功也不错，由她接掌马帮，谁也没有异议。既然如此，又怎么会扯上八王爷呢？小霜并不排斥接掌马帮，可是她却提出了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白灵生下小霜就难产而死，再过2天是白灵的忌日，小霜让害死她母亲的人到坟前上香祭拜之后，才肯接掌帮位。害死白灵的人，他指的是八王爷？不错，八王爷并不知道白灵怀了他的孩子，也不知道白灵是因难产而死。这20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回过马帮，也再也没有见过白灵。原来如此。小霜不会伤害八王爷，又不可能原谅八王爷。至于他会怎么对待八王爷，就没有人知道了。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怎么能适应这种荒郊野外的生活呀？不要小看我们女人，尤其别忘了，我是江湖人。怎么，不服气？不，是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我听着耳熟。是吗？听谁说过？白灵。也就是这幅画的主人。你跟白灵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如果关系不够密切的话，这幅画是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中。那么这幅画是怎么到他手里的？你还记不记得？不会忘，恐怕到死我也不会忘怀。怎么样？画的真像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很简单，因为你的影子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将这幅画送给你，你会将它永远留在身边吗？我会永远留着它，直到我死的那一天。哎，你才多大年纪？哈，不过肯定到那个时候，我恐怕已不在人世了。哎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虽然你比我大10几岁，但是你贵为王爷，当然日子过得比我好了。哎，所以我想你一定会长命百岁的。不，我可不愿应了那句话，老而不死，谓之贼呢。
白灵，明天我就要回京了。我知道。是否能够再见？我们是否能够再碰面？如今是无法预测的。我也知道。谢谢你，这些日子一直陪伴着我。你为朝廷选购军马，我为马帮招待你，理所当然。夜深了，你该回去休息了。不，我今天想留下来陪你。白灵，我是江湖儿女，不惯矫情作态，可我还是希望你不要看轻我。我永远都不会看轻你。可是，你不希望我留下吗？我当然想。那就好。可是，你知道我早有妻室。我不要任何名分。你也知道，我长于皇家。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我也不会让你令皇室蒙羞。白灵，我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，从不矫情。我要留下，是因为我真的想留下。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了，但是我永远会记住今晚这一刻。白灵，他也曾说过，除非他死了，否则这幅画永远都不会离开他的身边。可是，在你离开马帮，回到京城之后，不到1年他就死了。我知道，当时马帮也曾派人来通知我，可是当时京城中也正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。没有什么事大到你连他的葬礼都不能去参加。这关系到我赵家家族血印存续、大宋江山正事的问题，事关重大。当时我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如今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说。那之后呢？办完了你所谓的大事之后，你为什么都没有到他的坟前去上炷香？时过境迁，我已经不能再去。如今，我正试着把这段往事给忘了。你也的确是忘了。不，我没有啊！你不要再说了。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所有的男人都一样，喜新厌旧，薄情寡义。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会认识白灵这个人？你跟马帮有什么关系？我已经说过，等你到了马帮，你自然就会明白。在这之前，我是不会告诉你。也罢，到了马帮再说吧。
驾！你不用着急，等到了马帮再说。这一路上，就让他们父女俩相处一下。虽然说白小霜不会伤害八王爷，可是万一他把白灵之死归咎于王爷，万一动起手来，伤了王爷，岂不是难以弥补？小霜虽然个性倔强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绝不会做出像你说的那种情形。你只是希望他帮你接替马帮，你对他的为人心性又了解多少？相信我，普天之下，除了他外公之外，我是他最亲近的人。你和他竟有如此渊源？他的母亲白灵，曾经是我的未婚妻子。我只知道欧阳兄是马帮的大当家，没想到你和马帮还有如此深厚的渊源。江湖上一直不明白，北峡欧阳春怎么会接掌马帮？除了马帮的老人之外，无人知道我和白老帮主的关系，更不知道我差点成为他的女婿。连白小霜也不知道。白灵生下他之后，就难产过了世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，我曾不时去探望他。他只知道我是他最亲近的一位叔叔。你不想知道当年的事情吗？詹某好奇心一向不大，这是欧阳兄的私事，你不想说，我也不好多问。南侠展昭果然不同于一般人。这件事埋藏在我心底已有很多年，无人可说，可又不吐不快。今天我主动跟你说，你可愿意听？既然如此，詹某洗耳恭听。好，那我就话说从头。想当年我初出江湖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白老帮主执掌的马帮在江湖上颇负盛名，于是我就登门独闯。你就是欧阳春？不错，阁下就是马帮帮主白鹰白大当家。正是白某，不知欧阳少侠来我马帮有何见教？哼，马帮威震江湖，我想知道究竟是否浪得虚名。住口！年轻人不要太过狂傲。所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江湖中讲的可是实力。那我就看看你马帮有多少实力。所谓实力，并非单指武功，更重要的是以侠义二字服人。哼，好，那就让我试试你们马帮的武功。住口！欧阳春，哼，你不要目中无人，在我马帮撒野。爹，让我来试试这小子究竟有几斤几两。哼，看来马帮果然没人了。居然一个女流之辈也敢强出头，不要小看女人，好吧，就由小女白灵和你比试一番。哼！马帮卧虎藏龙，高手众多，怎么会让白灵来跟你比试呢？当时我也很奇怪，
他们似乎很有把握一样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白灵的一身武功，尽得白大当家的真传。纵使如此，那白灵怎么可能是欧阳兄的对手呢？哼，你错了。如今你该知道马帮不容人侵辱了吧？欧阳春技不如人，我输得心服口服，任由马帮处置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不过马帮从不蓄意与人为敌，又何必对你做任何处置呢？你去吧。你让我走？不错，你只要记住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如果让我走，我还会再来。哦，你还来我马帮做什么？我会回去，潜心苦练，然后我们再比一场。我有把握，一定会赢你。你，爹，让他走吧，就算他再练10年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。欧阳春，你后悔了？不，老夫只是想和你谈谈。白帮主，有话请说。争强斗胜并不是江湖人唯一的选择。你的武功不弱，而且坦然服输，光明磊落。老夫想劝你几句。马帮虽是江湖组织，却从不为恶。如果你肯留下，日后或可闯出一番事业。白帮主，你的好意欧阳春心领了，不过我志不在此。哦，那么你又志在何方？行侠仗义，笑傲江湖。哼，你来我马帮挑衅，也能算是行侠仗义？不，我只是想知道我武功究竟如何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只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。所以我说过，我一定会再来找你。所以我也说过，你再练10年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用不了10年，3年之内我会再来找你。如果你败了，你又如何？如果我败给你，哈，那我任由你处置。好，如果你败了，就必须要嫁给住口！欧阳春，你敢出言不逊！白帮主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赌注。你爹，不必动气。好，我就答应这个条件。灵儿，你爹，他是绝对不可能赢的。欧阳春，那如果你输了，又当如何呢？你要如何？
我要你的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欧阳春未过门的妻子。告辞。爹，由他去。哼，由他去吧，他输定了。没想到，从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白灵。那以后，你再也没有回过马帮？不，3年期限快到的时候，我回去了。可是白灵因为生下白小霜，患了雪崩之症，身亡了。世事多变，人生无常。只可惜你永远无法印证你的武功是否能够胜过他。虽然他的人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是印证了我的武功超过了他。那又是如何印证的呢？白灵的武功传承于老帮主，我是从他的身上得到了印证。欧阳春，白帮主，久违了。你毕竟还是来了。我还有一场生死之约没有履行，我怎能不来？白灵呢？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他永远也无法履约。你说什么？这3年来，你的武功想必精进不少，才敢再度上门。不错，我闭门苦练，就是为了一雪当年之耻。可惜你却来迟了。他已经去世2年了。他还这么年轻，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怎么死的？那与你无关，你只要知道他已经无法履约，和你再战胜一场。不，这3年来，战败之耻，在我脑海中从来没有消失过。难道你让我一笔勾销吗？逝者已矣，不一笔勾销，又待如何？白灵不在人世，我还可以找你。你找老夫做什么？你是白灵的爹，他的武功得自你的真传。如果击败你，更胜于击败他。不，老夫岂是争强斗胜之人？或许你不肯，可是败给白灵，是我一生中无法消除的耻辱。如果你不肯，我欧阳春终此一生与马帮为敌，叫你马帮永无宁日。好，既然你非斗不可，老夫就代替灵儿和你斗上一斗。你用什么兵器？老夫练的是鹰爪功，这就是老夫的兵器。得罪。
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欧阳春，老夫败了。没想到你的武功精进如此之多，连老夫都不是你的敌手。倘若灵儿在世，就更非你之敌了。当年战败之耻，你已全学，难道你还要老夫昭告江湖不成？不，战败了如何？战胜了又如何？3年前，白灵胜了我，如今只剩下一抔黄土。今日，我胜了白帮主，谁又知道3年以后，我又在哪里？欧阳春，白帮主，你说的没错，江湖人不应该只是争强斗胜，要以侠义2字服人。欧阳春却执迷不悟。白灵，3年前一战，你让我潜心苦练，今日跟白帮主一战，却叫我如当头棒喝。从今天开始，欧阳春不再计较胜败得失。今后你作何打算？可愿意留在马帮？不，我志在行侠仗义，笑傲江湖，这一点恐怕永远都不会改变。不过由你父女2人身上得到的教训，却让我终身受益不减。欧阳春多有失礼之处，还请白大当家的不要怪罪。告辞。且慢，抛下过去的恩恩怨怨不论，你可愿交我白鹰这个朋友？白帮主，你虽不问，老夫也要告诉你，白灵是因难产而亡，留下一个2岁的孤女。我祖孙2人相依为命，若多了你这个朋友，相信灵儿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。好，我教你这个朋友。从此，我和马帮帮主结下了忘年之交。多年以来，在江湖上闯下了个北侠的虚名。可是，我不时回马帮，和他祖孙俩见面。老帮主告老退隐，我就接下了马帮的帮主。如今，我交还给白小霜，叫他继承祖业。今天这件事，要不是从欧阳兄口中说出，詹某还真不能相信，欧阳春和马帮还有如此一段往事。故事讲完了，我们也该赶路了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欧阳兄，此话怎讲？我怕小霜会对八王爷不利。你不是说白小霜是八王爷的亲生女儿，她不会加害王爷的吗？那是以前，今天是白灵的忌日，他一定会带八王爷到坟前去祭奠。情急之下做出任何事情，我们都无法预料。什么？他对八王爷抛弃他们母女俩耿耿于怀，必须让他们亲自解开这个心结。这也就是
我一路陪着你跟踪他们的真正原因。只有你才能阻止他伤害八王爷。老帮主跟我都不便出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马帮的吗？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是带你来向一位故人祭拜。啊？这是白灵的坟。不错，19年前你就应该来。白小霜，这白小霜又是何人？她是白灵的女儿。她怎么会有个女儿呢？我就是白小霜。你是白小霜？那你爹是？我没有爹。我娘在生下我之后就雪崩而死。这19年来，你从来都没有在她坟前上过一炷香，甚至连她死了，你都不肯来看她一眼。不，我曾说过我当年不能来的理由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都没有人会相信你。我今天带你来，只有一个原因。因为今天是他的忌日。白灵，白灵，昔日一别，竟成永诀。我再也没有想到，会有站在你的坟前祭拜的一天。你爹究竟是谁？他可知道你娘所为他遭受到的不幸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好，让我这样问你吧。是谁让你娘怀上身孕的？在你娘难产之时，那个人可曾来探视啊？那个人可曾有愧疚之心？那个人在抛弃我娘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像那么薄情的男人，根本就没有心。又怎么会心怀愧疚？马帮耳目，遍布天下。
要找一个人又有何难？难道白大当家的就这样轻易放过他不成？我爷爷对他恨之入骨，从来不许任何人在他面前提起。如此说来，又如何让你娘在九泉之下瞑目呢？我会让我娘瞑目的，我也会让那个薄情的男人得到报应。你能够找到他？我不仅能够找到他，我还要让他在我娘的坟前以死谢罪。如今他人在何处？如今他就在我娘的坟前。你是说我是你爹？我说过我没有爹。今天我就要拿你的性命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就是我的女儿，住口！你没有资格说这种话。你从来都没有尽过一个做父亲的责任，你甚至都没有好好的对过我娘。你凭什么这样一走了之？你凭什么将她抛在九霄云外？当我娘为了生我奄奄一息的时候，你竟然还依然在那里当你的八王爷。当我娘离开人世间的时候，你都不肯去她的坟前为她祭拜。你凭什么让她不顾一切的以身相许？像你这样的人，还凭什么可以活在人世间？我不知道，白灵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他还了我的骨肉，我更不知道他还因此而死。若早知道，我会不顾一切来找你的。不要找理由，这不过是你担心死在我剑下找出来的借口。不是在找借口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管你信或者不信，如果你要对我动手，我不会有半点善意。就凭我的武功，就算你想逃，也逃不掉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如果你真的要我一死偿命，你就动手吧。好，今天我就替我娘除去你这个无情的负心汉。战护卫，王爷受惊了。展昭，谁叫你插手我们的事？
展宝在此，休想伤害王爷。展护卫，你的确不该插手此事。王爷，展昭，你都听到了，此事与你无关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你们的私事我不应该插手，可是天底下哪有亲生女儿杀害亲生父亲之理？光凭这一点，展宝非管不可。我就不信你能挡得住我！住手！爷爷，白老当家，小双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爷爷，我要拿他祭奠我娘的在天之灵。你明知他是你爹，你不能杀他。爷爷，他不是我爹。如果他有半点人性的话，就不会在我娘死的时候都不来看他。他不能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准他来，更不准他来上坟。死者为大，我们不该在这里惊扰灵儿的灵魂。回马帮去，让我们把这20年的恩怨一次说清。这里正是当年你来马帮之时的住所，当年的一切由此开始，也该在这里结束。爷爷，我在等你说清楚，为什么我不能杀了他？那你就必须了解当年他来我马帮的情形。我不觉得这些陈年旧事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。不，有关。没有当年，就没有今天，更不会有你。当年，朝廷为充实军备而购买军马，马帮虽为江湖，却也为朝廷尽点力。于是，当年的八贤王就亲自前来马帮。你没事吧？多谢姑娘相救，在下安然无恙。他们这些人来自西夏，他们是不想让你买马。姑娘怎么会知道呢？我是马帮的人，白大当家是我爹，我叫白灵。这边请。八贤王一路辛苦了，老夫白鹰未曾亲自迎接，还请不要怪罪。白大当家的好说，若非马帮搭救，在下早就命丧西夏伏兵之手了。八贤王为朝廷前来买马，大宋的军备因此而充实。日后两国战争对西夏当然不利，只是他们绝对没有料到，已被马帮探得了他们的阴谋。这都是白大当家的领导有方，同时，白大当家的又肯为国为民贱价出售马匹。赵德芳在此代表朝廷，向白大当家的当面致谢。万万不敢！请坐。八贤王乃是大宋皇室王爷之尊，白鹰一介江湖草莽，没有大礼参拜，以示失礼，又岂敢当八贤王一个谢字？
朝廷礼制本就不急于江湖，同时白大当家的愿意为国为民，协助朝廷充实军备，实属难得。在下也不敢以王爷自视，请白大当家的以朋友论交。好，的确不愧为八贤王，白婴由衷佩服。不过挑选良驹还颇需时日，还得请八贤王在马帮委屈几日才行。旗下行刺阴谋不会轻易放弃，在此期间，八贤王的安全当由我马帮负责。灵儿在。八贤王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是，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他。小女白灵武艺高强，除了保护八贤王之外，也可利用空闲之时充作向导，看看西北的风光。那就有劳白姑娘了。哎，如果你真的要和江湖人交朋友的话，那不能那么客气啊！你可以直呼我的名字，叫我白灵。是，在下恭敬不如从命。这就是当年的情形。你娘就在那时和王爷相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挑选良驹，的确费了不少时日。朝夕相处，日久生情。我和白灵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逾越了该有的分寸。白大当家，这也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愧疚。唉，这也是当年老夫不肯原谅你的原因。各位，请听展昭一言。江湖儿女不受礼教束缚，白灵出身马帮，个性豪爽，敢爱敢恨，那是理所当然。他对王爷情有独钟，才会甘心情愿以身相许。倘若我们用世俗眼光去评论于他，展昭认为，这不但看轻了他，更玷污了他和八王爷一段刻骨铭心的情缘。怪只怪我娘认人不清，一番情谊竟然交给了一个薄情寡义的负心汉。小双，爷爷，我没有说错。他离开马帮之后，从来都没有回来看过我娘，这不是薄情寡义是什么？不，他来过，只是当时你娘已经怀上了你。白大当家的，你为何不让我见他？不是我不让你见他，而是他不愿意见你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王爷，我倒要问问你，为什么要见他？马帮协助朝廷购买军马是公事，老夫要他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公事，王爷怎会如此有失分寸？白大当家的，你不必再说了。你是当朝的王爷，我是马帮的帮主，彼此都不能失了颜面，所以老夫才避开外人。不过老夫要慎重地告诉你，从今以后马帮不欢迎你，老夫也不准你再来找白灵，否则休怪江湖人不识王法，不知轻重。白大当家的，王爷请自重，白灵不想见你，老夫也不打算向你追究此事。不过你必须立刻离开，永远不要在我父女面前出现。你请吧。
他走了？走了。那就好。灵儿，虽然你不许爹杀他，可是难道你自己就这么算了不成？爹，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。女儿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负责。他来自皇室，而我却来自江湖。我们俩门不当户不对的，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爹可以逼他把你娶进王府。不，爹，我了解他，不用你去逼他，他也会把我娶回去。可是我自在惯了，我不可能去过那样的生活，那样对他、对我、对我肚子里的孩子都没有好处。可是你，日后你如何再嫁给别人？爹，女儿不想嫁人，我只希望可以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祖孙3代可以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，就足够了。你真的这么看得开？这不是能否看得开的事。爹，能怀上他的孩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我不在乎别人是怎么看的，我只知道我爱这个孩子，并且我会把他好好的抚养长大。爹，这才是女儿真正想要的。唉，你的想法始终与人不同。既然你早已下定决心，爹就一切依你。原来那时他就已经怀上了小双，那就是他不肯见我的原因呢。不错，灵儿一向有主见，老夫也知道，对他勉强不得，只好由他。好，就算当时不见他是娘的主意，那为什么娘过世之后，他还是不肯来？小双，那是爷爷不准他来。爷爷，如果他像娘对他一样那么好，就该不顾一切的过来看他最后一面。不，他也曾经试图要来。白大当家的，不，我必须告诉小双，这个责任不该由你来扛。爷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娘生下你之后，犯了血崩之症，临终前不顾我的反对，派人去通知他，而我突然之间失去相依为命的女儿，于是也失去了理智。怎么不走了？有人挡住路！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大当家的，回去！白灵他，我不许你去看他！不，我要在他入殓之前见他最后一面。他是因你而死，你还敢去打扰他？因我而死？他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你不必知道，你也不准去看他。连在他的坟前焚香祭拜都不行吗？
不行！若是我非去不可呢？我就杀了你！你就是杀了我，我也要去。好，到来。老夫以此钢刀为誓，只要你不立刻回京，老夫不但要杀你，还要倾我马帮之力与朝廷为敌，让你赵家天下从此灭绝。如违此事，如同刺刀。当年因灵儿处死，悲伤过度而铸下大错，造成今日你父女之间永难弥补的裂痕。追根究底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双，希望你能原谅爷爷。爷爷，我不怪你。白姑娘，八王爷与令堂只有爱情，并无怨恨。如今你也该认父归宗了吧？小双，我不会认你。这19年来，我只有爷爷，只有欧阳叔叔，只有马帮的弟兄，我没有爹。小双，爷爷，你不能在我恨了他那么多年之后，让我突然接受他。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。小双。老夫实在没想到会成为这种局面。不能怪他。若要让小双认我这个爹，就要靠我自己努力去争取。唉，白灵，没想到你会为我生下一个女儿。更没有想到，你会因此而死。这种愧疚，只怕终我一生也难以平复。请进。小双，这么晚了，你找我有事啊？快坐下来说。不用了，我问你2个问题，问完我就走。好，你尽管问，我一定照实说。你有没有真心爱过我娘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知道？不错，这个问题对我十分重要。好，她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江湖女子，她的热情、豪爽、率直、真诚，是我从未在其他女子身上见过的。虽然我比她大了10几岁，可是不错，我的确真心爱过她，而且到了如今，我仍然没有减少1分对她的爱意。我这样的回答，你满意吗？不要问我是否满意，你再回答我第2个问题。你说，
如果当时他没有怀上我，如果当时他没有因为生下我而去世，你会不会把他娶回去？我会。你那么肯定？虽然我早有妻室，再说皇家的规定不许平民通婚，更何况白灵出身于江湖，就更多了一份顾忌。我的确花了不少功夫向皇室宗亲争取，结果呢？他们终于同意了。这也是我半年之后又到马帮来的原因。谁知道你娘她却不肯见我。就算你有心娶她，她也未必肯嫁入王府，受到皇家的拘束。我知道，如果当时她肯嫁给我，我情愿放弃王爷的身份，做一介平民布衣，而且我早就做好了准备。可惜造化弄人，命中注定，也许我与他终究无缘。你要走了？该问的我都已经问完了。那你是肯原谅我了？明日一早我要去祭坟，你可以一起来。白小霜肯认王爷了吗？认不认虽然不知道，至少他已经接受王爷了。百灵，我们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，她跟你一样，有一身的好武艺，她跟你一样倔强而自有主见，她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你在天之灵也可以安心了。灵儿的确够倔强，可是她所做的一切却从不后悔。她没有看错你。白大当家的，老夫早已为过去的作为懊悔不已，还请王爷大人大量，不以怪罪。不，白大当家的丧女之痛，可想而知。然而，我也的确该为白灵的死负责。不，那是灵儿自己的选择，不能怪你。小霜，爷爷，当年的情形你已全然明了，
今天，在你娘的坟前，你也该认父归宗了。我姓白，不姓赵。我叫你爷爷而不叫你外公，那是因为我是白家的人。小双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怪你，可是我不属于皇室，我属于江湖，属于马帮。小双，你可以选择去京城，认祖归宗之后，你就是堂堂郡主的身份。我宁愿选择做一个江湖人。我相信我娘当初的选择没有错，她没有后悔过。小双，我虽然不会跟你回京城，可是你可以来马帮看我。我会留在这里，继承爷爷的事业，接掌马帮。王爷，可以启程回京了，免得府中挂记。白老当家，欧阳兄，后会有期。王爷，请上路吧。何不让展昭安排车驾回京？如此一来，也可免除王爷在马上颠簸之苦。马上虽然颠簸，却能让本王回想起当年的情景。唉，恐怕展护卫很难体会本王现在的心境。王爷错了，展昭能够体会。哦，难道展护卫也曾经为情所苦，为情所困？王爷见笑了。唯有性情中人，方能体会这个中滋味。我又怎么会取笑于你？不知展护卫可愿略述一二？展昭本来有一位红粉知己，原本已谈婚论嫁，可最后却落得两相分离。哦，可是有第三者介入？没有。那是他家人反对？不是。那，是否跟白灵一样自有主见，而不屑于世俗的理智呢？那到底是为什么？是他相依为命的哥哥
犯下了贪赃枉法、教唆杀人之罪。是你杀了他？不，是我揭发了他的罪状。最后他自刎而死。本王明白，就因为如此，所以他非要离开你不可。本王说的可对？正是。你当时的痛苦和无奈，本王可想而知。跟你相比，本王可谓幸运的多了。只是这小双，他不肯认我这个爹呀。王爷不必挂心。展昭认为，白小双已经接受了你，只不过一时难以改口罢了。你真的这么想？王爷倘若不信，大可在他接掌马帮之日再来看他，到时候自然明白。有你这么一说，我就释怀多了。上路吧，再不回去，包大人就心急如焚了。